黑神话悟空终于上线了，就连不怎么玩3A 游戏的我也都忍不住买了一套回来玩玩。作为游戏科学第一款3A 游戏大作，我觉得黑神话悟空的游戏质量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不过有一个问题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款游戏确实很吃配置即便是如今的最强游戏显卡 RTX 4090，在 4K 分辨率下开满影视级特效和最高的光圈特效，也都不见得能够很好的畅玩。而我这次可谓是精心准备给大家装了一套能够在 1080p 分辨率下满足基本流畅游玩黑神话悟空，同时价格却只需1000元人民币的二手神器配置。那这一套配置的硬件究竟是哪些？本期节目将会给各位好好介绍一番。而这一次为了能够达成1000元人民币内的预算，我也只能够在某鱼上面蹲守合适的选择，并且千里迢迢从马来西亚亲自飞往广州取货，再人肉带回马来西亚做进一步的安装和体验测试。看在我如此大阵仗的准备，给我点个赞，一点也不过分吧。在黑神话悟空的硬件占用要求上，肯定是显卡最为重要，但毕竟是采用最新虚幻五引擎开发的游戏，对 CPU 和记忆体内存也有基本的要求，因此综合配置也不能够过于太老。于是类似 X79、X99、E3 神教等这类平台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了必须是近几年的主流硬件玩起来才会更加舒服一些。因此留给显卡的预算也不能够太多，而目前 GTX 1660系列都要价700元，而同等性能的 GTX 1070也都需要500到600元。考虑再三，只能选择下一档的 GTX 1060 6GB， 又或是 RX 580 8GB。这两款显卡目前二手平台上都要价300到400元之间是比较适合1000元预算下的选择。但是 GTX 1060 6GB 的性能其实稍弱 RX 580的RX 580 8G 又存在2048 SP 和2304 SP 两种流处理器款式，两者的理论性能差异有10%左右，同时又存在部分 RX 580 8GB 可能是从 RX 480 8GB 刷上来的。那既然 RX 480是能够刷上 RX 580的 BIOS， 然后摇身一变直接变成 RX 580不如就直接选择 RX 480好了。因此我最终选择了这一张公版的 RX 480 8GB， 入手价260元。虽然公版的涡轮散热器肯定比不了非公版的直吹散热器，但公版显卡有信仰做完这期节目后，还能够丢到我身后的这个背景箱，提升背景美感，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接着就是处理器，我的选择是 AMD 的 Ryzen 5 3500X Zen 2架构6核心6线程规格搭配上 32MB 的L3缓存设计，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成无超线程版本的 R5 3600。但是它的二手价格只有 R5 3600的70%左右，而我的入手价是在190元，还包括一个原厂的幽灵散热器直接把散热器的钱也都省下来了虽然这个原厂散热器的表现也不怎么理想，但考虑到 3500S 的发热也就那么一点原厂散热器就原厂散热器吧。然后是主板，得力于 AM4 平台的长寿期，我的选择基本涵盖了300、400和500系的选择。而既然是要控制在1000元的预算内，那自然是选择 B350 芯片组的主板。最终我入手了这一款微星 MSI 的 B350 Gaming Plus ATX 大板，入手价178元，不带挡板和原装背板。没有挡板影响并不大，原装散热器背板我也有多的，并不影响加上 ATX 大板的颜值也比起 MATX 好看一些最终才选择这一款。接着是记忆体内存，想要满足黑神话悟空的游玩体验，16GB 双通道是必须也是最基本的加上使用了 AMD Zen 2架构处理器频率的部分能够直接选择 DDR4 3200的频率。最终我选择来自海盗船的 LPS 马甲套条，到手价140元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 DDR4 2666的套条价格只需110元就能获得。但为了能够保证达到3200MHz 频率的基本盘，我还是多加了30元，选择了自带3200MHz SMP 的套条至于硬盘很抱歉在我这里翻车了原本我是要选择一片 PCIe 3.0 乘4的 512GB NVMe SSD， 目前市场上的二手价都介于150到170元之间，但我在平台上看到了一家售卖系数 WD SN730 512GB， 价格只需135元。可能是被这个价格冲昏头，没看仔细卖家的信用等级就直接下拍最后到手的却是贴着1TB 的贴纸看到这里其实我就知道完蛋了不用拆贴纸对照 PCB 都知道这个硬盘是假的。事实也是如此，我将它插在我平时的测试平台上进行 Crystal Disk Max 的读写注入测试，虽然显示为 SN730， 可读写性能只有1500MB 每秒和1000MB 每秒
速度根本就不是 SN730 的标准。其实速度表现是其次，目前这个读写速度也不是不能用，但我更加在意的是不知名的颗粒和主控，导致它可能会在使用过程频繁掉速或直接掉盘死机，这才是真正可能会出现的隐患。不过买了都买了嘛，就硬着头皮用好了希望能够顺利通过我所有测试就行了。因此，关于硬盘的选择，我还是建议购买全新的，又或是正规店铺的裁切硬盘。这种来路不明的硬盘，千万别碰。我花钱买教训就好，你们可别跟我一样就行了。再来是电源，考虑到 i480 本身的功耗表现，额定450瓦是基本盘，而我最终入手的是这一款银星的 ST60 F600 瓦电源入手价100元。选择这一款并不是它足够便宜，而是我之前就有用过同样的一颗电源，稳定性还算很不错因此为了保险，我就买回相同的款式。最后是机箱，我花了75元买到了这款来自酷冷的 NB520，但不带任何的机箱风扇主要是我觉得比它便宜的没它好看，比它好看的也没比它便宜所以就买了这款机箱至于我是怎么样人肉带回马来西亚的你们还是别问就好，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回忆。最终全套配置总价是1079元，还是超出了那么一点点。但如果我把主板换成 MATS 规格，电源选择450瓦，机箱选择50元的款式，那么绝对是可以控制在1000元里面的加上主板、机箱、电源对于实际性能表现几乎没影响所以我的选择也就纯粹是以我个人的喜好做标准并没有绝对的理想选择。硬件配置介绍完毕后，就正式的装起来吧。装好了之后，看上去还是有点空看起来还是得加装风扇才行不过暂时还是别管了。先来看看目前的这个配置下的性能表现吧。首先在全默认状态下进行 Cinebench R23跑分测试 ，R53500S 获得了单核1205分，多核6543分。接着是进行 3D Mark 跑分测试，在 Firestrike 测试下分别获得了图形分13700分、物理分12890分、综合分11260分。而在 TimeSpy 测试下，则是获得了图形分4034分、CPU 分数5115分、综合分4166分。最后当然是要来看看在黑神话：悟空的 Benchmark 表现了。测试采用 1080p 分辨率，特效为全低，搭配 TSR 50%分辨率超采样，并关闭真生成，最终获得了平均61帧刚刚好能够达成流畅的表现当然，只是 Benchmark 测试肯定还是不够的，还是得实际游玩。在这次游玩后，续章的整体帧数表现都在40帧到50帧左右，进入到第一章才勉强能够达到60帧的表现。整体游玩体验不能够说特别流畅，只能说流畅度还算可以接受。不过由于特效过低，加上使用了 TSR 超采，实际的画质表现还是有点差强人意反正对我来说，这个画质表现我确实不是很能玩得下去。因此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动手将这一套配置的性能进一步的拉高多一个档次。首先是显卡，我准备了能够匹配这一张显卡的 RS580 BIOS， 然后直接给它刷上，一键让它变成了 RS580。当然不仅仅是名字改变了，核心频率也稍微提升了一些。最终再次进行 Firestrike 和 TimeSpy 性能测试，显卡性能相比起原生 RS480 提升了4%至5%，而在黑神话：悟空 Benchmark 里，最终平均帧也获得了68帧，性能直接提升了10%。当然，只是这样是不够的，我还是得额外进行超频。但是在我进行超频之前，这台主机的外观我是越看越不舒服于是我将工作室闲置的灯光风扇和塔式风冷给装了上去，同时在显卡供电线上增加了理线圈毕竟我也没额外花到任何一分钱，所以也算是在1000元的配置里，对吧？如此一来，在装满了风扇和替换了 CPU 散热器后，整体的颜值也就好看了不少。而我也欢迎屏幕前的你们给这套配置的外观打个分。接下来就是要正式进行超频操作了。首先在 BIOS 内将这颗 R53500S 锁定在全核心 4.3G 1.2伏，机体内存也超频到了3600MHz， 时序为18、19、19、38。最后我甚至给显卡额外超频，核心频率超频到了1450MHz， 功耗上限增加了50%，然后再次进行相同画质的黑神话：悟空 Benchmark 测试。最终获得了平均71帧，相比起最早全默认提升了17%，
只不过黑神话：悟空是一款3A 游戏，而非电竞游戏。我更在乎的是游戏的画面表现，而并不是帧数表现。所以我希望能够在保持平均60帧的表现下，将画质进一步拉高。最终我将画质特效提升到了中画质，同时还专门将贴图质量开到超高，并且在维持 TSR 50%分辨率超采样设定下，额外开启真生成功能。虽然在这个画质设定下，依然没办法获得出色的画质表现，但比起最初的全低特效来说，还是明显提升了不少。而最终的测试也能够获得平均69帧的成绩，这个差不多是这一道配置的极限了。调整好画质后，自然还是要进入到游戏中实际游玩。相比起最初全默认的状态，目前的画质确实明显好了不少，而帧数也尽可能维持在差不多的水平。虽然从第一章的整体帧数表现，画质应该还能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但考虑到后面几章的压力会更大，帧数表现会明显比起第一章低不少。因此，我觉得这个画质设定差不多是在保持流畅可玩下的最佳画质了。不得不说，用1000元就能够获得这样的游戏体验表现，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但我还是要和各位声明一下，购买二手数码硬件存在一定的风险。没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前提下，是不推荐选择二手硬件的比如 B350 主板的年份已久，你不晓得到手的主板在之前经历了些什么，问题隐患会比较高，耐用性也确实比较不太可靠。其次，不论是 RX470、RX480 还是 RX570、RX580 等一众 AMD 显卡，基本上90%以上都是矿卡，包括我手上的这一张大概率也是，甚至还会买到进到矿场2到3次以上的哪怕价格只需200到300元分分钟你用不到1个月就会花屏的概率还是不低的。其他像是假的 SSD 和不稳定的电源等，也会有一定概率翻车的现象，而本次的所有选购结果仅供参考。如果你想要稳定且靠谱，不容易翻车，购买全新配置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当然，预算实在不行，就真的没办法了，只能按需选择购买，并且一定要小心谨慎。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各位把视频看到这里。视频制作不易，我甚至为了这期节目还特地去广州人肉把硬件带回来，所以点个赞、转个发、投个币，这里要求不过分吧？你不要这么过分！当然，还没关注频道的朋友也不要忘了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